正好我们的另外一个舍友结婚了。你被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亲戚或者朋友催婚过吗？结婚的下一步是什么？生孩子。生孩子的下一步呢？生第二个孩子。生孩子下一步就是学区房。可能会考虑离婚。如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会想在你们那个年龄结婚吗？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 Stella，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在这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之前我在看视频评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评论。这条评论说，他注意到在视频里我说话比较慢，我说话也比较简单，所以他每次看我的视频的时候，他都能很容易的听懂我的中文。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觉得中国人都这样说话吗？他在听一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听不懂他们的中文。我觉得说实话，因为我是中文老师，所以我在说话的时候，我会专门的用一些你们可以听懂的句子来说话。但如果有一个比例的话，我觉得我的真实的说话方式有80%，然后还有20%是为了让你们更好的学习中文。那我在真实生活里说话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也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所以今天我想用一个对话的方式和你们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题。Hello， 这就是我今天为你们邀请到的朋友，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大家好，我是 Stella 的舍友，然后也是她的朋友，然后我叫可可，现在是一个打工上班族，很高兴受到六六的邀请进行这个 talk。因为我平时叫她可可，所以你们也可以叫她可可。她是我的舍友，我们是什么时候的舍友？我们是就大学本科的舍友啊，从大学的第2年我们就住在一起了。是的，因为我们是大学的舍友，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我又读了研究生，所以和可可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了。你们应该会发现他的口音和我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来自中国不同的城市。可可，你来自中国的哪个城市呢？我来自中国广西南宁市，可能被大家知道的一个是南宁普通话叫南普，然后一个就是老友粉和它的隔壁城市的螺蛳粉，这个应该是被大家对广受就是了解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广东。上个视频我也和你们分享了我在广州和学生见面的故事。广州在广东省，可可她来自广西省，广西省在广东的西边，我是来自中国的北边，所以我们俩的口音不太像。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主题呢？我觉得吧，就是也到了我们这个20老人的这个年纪吧，我们经常能谈论到的话题，特别是爸爸妈妈关心的，就是有一个结婚的问题。那像我们两个目前还没有就是进入到这个主题里面。为什么我们想突然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正好我们的另外一个舍友结婚了。对，我们的另外的一个舍友结婚了。其实今天的视频我本来想和可可在线下面对面聊天，但是因为你们都知道中国的婚礼是非常忙的，所以我们在线下一直没有找到时间来聊天，所以现在只能线上。正好我们的另外一个舍友结婚了，然后我们都去参加了他的婚礼。我们从中国的不同的城市去我们舍友的城市参加了这个婚礼。对，他现在就是今年也已经就是到了那个
怎么说呢？我们中国的一个25岁以后的一个这个年龄，就是适合结婚的一个年龄。对，他是我们中间第一个结婚的，是不是？哦，对，我们都没有想到，他居然是第一个。对，因为好像他不仅是我们之间结婚最早的一个，也是他的亲戚那边结婚最早的一个。但是说实话，虽然我们觉得他结婚很早，比我们都早，但是好像社会的整体印象，他们已经觉得我们的舍友结婚结得比较晚了，对。所以我想用一个话题开始，就是催婚。催婚太应景了。催的意思就是别人一直告诉你要快点做这件事情，快点做这件事情。催婚的意思就是快点结婚。你被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亲戚或者朋友催婚过吗？我只能说，我感觉这个到了跟我一样年龄的人都会遇到这个事情，就是催婚。但是我有收到来自我同事的还有我亲戚的他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我有没有谈恋爱，然后我下一步是什么时候，记得请我们喝酒啊，就是这种会暗示你应该到了结婚的这个时候，然后这个阶段但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没有对我很催这个事情。那他们暗示你差不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暗示你的？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暗示了吗？应该是出来工作1-2年之后，特别是当我身边亲戚或者同事他们的小孩已经结婚了之后，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催我的机会会更多，次数会更多。就是说你被他们催婚也受到了你身边人的影响。是的，是的。我也是，我之前现在没有了。我之前也被我的家人催婚，他们催我找男朋友，催我找工作，催我找工作后结婚，然后催我结婚以后生孩子，就好像我们的人生它有一个非常固定的时间表，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时间表工作，比如上学，然后是工作，然后工作，然后是结婚。结婚的下一步是什么？生孩子。生孩子的下一步呢？生第二个孩子。生孩子下一步就是学区房然后小升初，基本上是围绕孩子的这个话题去展开。是的，生了孩子之后，你要去养孩子，你要负责孩子的生活、孩子的教育，你甚至要负责孩子长大以后的工作。对，所以我觉得我每次听到这个时间表的时候，我都会压力很大，已经开始感觉到焦虑了。我想直接播放周杰伦反方向的钟，回到我大学那一年。反方向的钟，这里给你们，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你们可以去听一听。虽然社会上好像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但是其实我好像一直都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到了一个时间就必须做一件事情，过了一个时间就不能做某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们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就一定要结婚呢？或者说，这个是我们女孩子人生中必须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的，就是有时候结婚本来是一件我想要结婚，是我想要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像不是我想要结婚，而是别人他觉得我应该要结婚。就好像现在的一个情况看是，好像不结婚就不太正常。对，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结婚它有时候不是一个人或者2个人的决定，结婚像是一个 chain reaction，
结婚是一系列的决定，比如有些人不想结婚，比如我如果我结婚，我一定会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生孩子？所以你是不想生孩子，所以说你跳过了结婚那一步吗？因为虽然我的爸妈他们已经不是很传统的爸妈了，我的爸妈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支持我，但是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是觉得结了婚之后一定要生孩子。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生孩子的压力很大呀。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身体上我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而且是生孩子之后我要养孩子。我觉得养孩子的压力在中国可能比生孩子的压力还要大。太对了，现在养孩子可能，负责任一点的你从他刚出生，你用什么奶粉，然后之后他上什么幼儿园，选择哪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就是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一直到小学到初中，就是你可能都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你的小孩身上，你自己的生活，然后还有你跟你的朋友的时间都被大大的缩减了。是的，而且我觉得这其中不仅花钱，而且花时间。最花钱的地方就是学区房，学区房真的太贵了。太对了。我想到我有一个刚刚结婚的一个同事，她的年龄的话比我小，大概是26岁。她跟她的丈夫正在考虑买一个房子，他们就在纠结是买学区房还是买一个他们居住比较舒服的房子。因为在我们城市，你想居住的比较舒服，那你的这个地段就非常的重要。再相比来说，学区房它的地段可能没那么重要，是随着这个小学的地段去建立的。但是因为学区房它在中国大家都想上好的学校，所以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它的房价会溢出非常多，甚至可能比一个居住舒服的房子还要高很多。然后他们最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就觉得特别焦头烂额，因为不知道是为了自己买还是为了小孩买。是的，这里我先和你们解释一下学区房是什么。我觉得学区房可能是一个特别的词，对于你们来说，在中国有时候你选择学校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可能是由你的房子决定的。比如我们来看一张图，在这张图上有不同的学校，每一个学校的周围有很多的房子。有时候可能你买不同的房子，它也就决定了你孩子需要上不同的学校。这个虽然在我看来很奇怪，但是它在中国是真实的。可能有时候你选择了比较便宜而且比较舒服的房子，但是它不能让你的孩子去很好的学校。有时候你选择了比较贵但是又不太舒服的房子，可以让你的孩子去更好的学校。这两种不同的房子就是不同的学区房。那现在很多人为了让孩子去更好的学校上学，他们会选择那些价格非常高的学区房。就是有得必有失，得到了学校，那就失去了钱，也失去了舒服。整体来说，如果真的要选择结婚生孩子，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不仅是养孩子压力很大，而且其实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找工作的时候，说实话，有些公司他们确实会担心女生结婚，担心女生生孩子，所以我觉得女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她的机会也比较少。确实是的，就女生她一边被家人期待着要结婚，但是进入工作之后，工作的职场又不希望她结婚那么早，或者说那么早的生孩子，因为
可能会占据到他的这个工作时间。是的，我觉得女生好难呢。哦，说到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压力，就是这个也是一个中国的结婚传统，就是彩礼和嫁妆。天哪，我们的话题特别丰富啊，这个太好讲了。对，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彩礼和嫁妆。你如果没有听说过彩礼和嫁妆的话，你可以先暂停一下，可以自己查一查，然后再回来听我们的分享。我先简单解释一下彩礼的意思。在中国，一般如果两个人要结婚的话，一般不是所有，一般男生或者男生的家庭会给女生一些钱，这就是彩礼。简单来说，这就是彩礼。当然，这些钱可能是为了两个人以后更好的生活，或者是为了女生之后生孩子不能工作的时候，让女生更好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啊，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男生或者男生的家庭会给女生一些钱，这就是彩礼。彩礼其实代表着男方家庭对于女方的一个诚意，对求取女方的一个诚意，也是代表了他一个就是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这直接说诚意就行了。诚意 money 不还不诚意吗？我天。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舍友他结婚的时候男生给了他多少彩礼，但是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在中国不同地区的水平。比如在我觉得北方比南方可能因为北方的经济水平没有南方那么好，所以北方的彩礼水平和嫁妆水平都会低一点点。比如说在北方彩礼一般是现在比之前高了，现在的彩礼一般是10万到20万人民币。我觉得是很大的一笔钱，很大一笔钱了。不过其实彩礼呢，还是以当地的这个地区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水平。你比如说，听说河南那边的彩礼特别高，几乎能做到一个男人要娶一个女生，都要付出的，要大概付出20到30万人民币的一个经济。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上海那边的彩礼，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不收钱，他们是需要你在上海有一套房子。哇，那这个太严重了。那还不如给钱呢。对，你给彩礼的这个一套房比单纯就是给他20-30万人民币的这个纸币的价值还要高得多哦。对。那现在我知道可能你们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传统很让人惊讶，很让人震惊。在中国虽然它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但是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觉得传统是好的，也有很多年轻人觉得传统是不好的。但是不管我们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传统，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传统，我们确实发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婚礼还是有这一套传统。那这一套传统因为你需要有彩礼，需要有嫁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年轻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没有钱或者没有房子，你真的很难结婚。对，是的，它其实也体现了就是我们结婚的一个经济成本是相当高的，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你才可以结婚。你也知道，我们俩现在也都刚刚工作不太久，不太长的时间，我相信我们两个人的储蓄也都不太高。只能说有点小钱，但还不足以结婚。只能是有点小钱。我觉得我们自己生活是完全足够了，但是如果一说到结婚，我们一想到就是哇，要花那么多钱，我们就会觉得哇，很有压力。
就是一想到结婚要面对着非常多的人，然后面对了很多金钱的压力，包括我结婚之后我的这个育儿压力，我就完全是不想把这个事情放到我这个之后的目标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可能会考虑离婚。如果就是如果当然，我希望正在看视频的你们啊，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了爱情，我希望你们的爱情可以永远，我希望你们的爱情是一辈子的，我希望你们的爱情长长久久。但是有些人他们也是在结了婚之后发现原来他们两个人不合适，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离婚了，对吧？是要考虑离婚的，但是离婚也不一定轻松。对，就是我们结婚之后，如果发现两个人不合适，最终真的要走到离婚那一步，还有一个门槛，就是它有一个离婚冷静期，就是需要双方冷静1个月，如果真的决定要离婚了，再正式的走这个法律程序。但实际上你要离婚，你中间也是需要很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的。是的，就是结婚容易，离婚难，所以要好好考虑。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只要你考虑清楚了都还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一个人离婚了，可能社会对他会有一些偏见，社会会觉得这个离婚的人他可能性格不太好，或者不适合谈恋爱，反正社会对这个离婚的人他们的印象不太好。就是我感觉更多的是他们对结婚和离婚这两个事情看得太过于重要了。因为结婚呢，它本身是两个人因为美好的感情走到一起，离婚是因为两个人相处过程中发现不合适，然后分开，就是大家默认了结婚是美好的东西，离婚它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含义，因为意味着分开。可能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意义上来说，大家都更喜欢和谐、美好、圆满，而不喜欢分开、破碎 （broken） 这样的寓意。是的，是的，如果两个人不合适，可能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我知道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现在仍然能感觉到大家对离婚，就是会下意识带着一个有色眼镜去看这个人，会很好奇他为什么要选择离婚。但是其实，结婚既然是很平常的事情，那离婚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结局，它只不过是一个感情其中两个人美好感情的其中的一个结果而已。所以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但是我们刚刚讨论的全部内容都是我们两个人的看法，根据我们两个人的经历，我们两个人的经验，还有我们两个人的观点，我们去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是的，所以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的任何一个选择，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开心，是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我们两个人最后也想和你们提出几个问题。那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们结婚了吗？或者你们现在有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
你们正在谈恋爱？那我也来问一个，就是那么大家觉得有对象的人觉得什么时候适合结婚？是在你大学毕业之后，还是刚步入工作，还是说工作了几年有收入了之后呢？第3个问题，你们在结婚的时候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压力呢？比如生孩子的压力、买房子的压力、买车的压力、收入的压力等等等等，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压力呢？当然最好是什么压力都没有。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那些已经结婚的朋友，如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会想在你们那个年龄结婚吗？你们还会跟你们身边人结婚吗？或者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去共度余生吗？我感觉我们的这个视频很有煽动性。对，有一点哎，就是我们的观点很明显，就是不太那个，但也还好吧。我们的观点就是做你自己选择的事情啊。就是这次拍视频的时候，正好我和哲哲2个人，我们的观点是比较一样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分享的时候没有去分享特别多另外的观点，那这个也是我们视频的不足的地方。当然，如果你有另外的观点，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话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可可今天参加我们的对话。可可他不是一个中文老师，所以他说话的时候会更自然，可能比我自然，因为我还是会专门的去调整一下我的说话方式。但是可可他不是中文老师，所以你们可以看一看你们能听懂他的中文听懂多少。你今天紧张吗？因为是第一次邀请你来。有一点紧张的，因为我本身说话呢也没有像Stella 就是这么就是会照顾到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感觉。所以会有点紧张。但是其实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给你们看一下，现在这已经不是晚上了，晚上是12点以前哦，现在是凌晨1点38，就是已经很晚了。对，成年人嘛，打工上班都很忙，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晚上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晚上还挺适合聊这些比较和情感有关的话题。对，可以聊得非常的深入，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话题其实我还觉得没有讲完，还没有讲够，我还有很多身边的那种结婚的朋友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谢谢可今天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就再见啦。好，再见，朋友们，再见。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的词汇和表达，也希望你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可以知道在真实的生活里中国人说话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个表情包，告诉我你完成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你可以给我一个 like， 一个 super thanks，或者订阅我的频道，成为我的会员，这对于我来说都非常重要。如果你也想和我讨论更多和中国文化有关的话题，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